嗱，平時我哋睇設計單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噶嘛，好似係酒店風啊、輕車風、奶油風或者簡約風。嗱，今次特別啦，我哋睇示範單位風。一聽就知道呢一個概念係嚟自新盤開放嘅示範單位。通常分咗3款㗎。第一款係發展商必須要設置按交樓標準搭建嘅清水樓。裏邊規定需要展示同樓書描述一致嘅單位間隔、樓底高度、用料，以至係配備嘅裝置、家私或者家電等等，都要同大廈落成嘅單位一模一樣。有出入嘅話就要清楚列明。所以呢一款示範單位啦，只係有最基本嘅裝修。有時發展商為咗賣樓推銷，會同時搭建埋連佈置或者裝修設計嘅示範單位。最簡單直接嘅就係以清水樓為基礎，就咁擺啲家私入去，再加啲基本嘅裝飾同埋佈置，志在俾準買家感受一下內籠添置咗家私之後會係點。有啲就會嚟個大改動，成個單位重新裝修，甚至改埋間隔，例如拆走間隔牆，或者以其他物料取代牆身，亦都有機會更換原有配件，好似成個洗面盤換咗去咁啊！務求令到單位望上去更加美觀又有空間感。雖然每一個樓盤都會有自己嘅主題同埋設計概念，但係普遍都係想營造舒適得嚟又華麗優雅嘅氛圍，所以唔難發現某啲物料或者配件總會喺呢一款示範單位嘅設計入邊出現。示範單位其實普遍咧都係會用一啲marble 啊，或者係岩板石啊、玫瑰金鋼啊、玻璃啊、壁燈啊，甚至乎可能係有啲軟墊啊，各項嘢去到塑造翻佢個現場環境同埋氣氛嘅。靚就靚啦，但係其實有時示範單位嘅設計為求美觀，或者會犧牲實際家居嘅實用性同埋溫度，尤其係啲細單位啊。今集你設計我開箱，我哋再次嚟到天水圍參觀半新盤 Wetland Seasons Bay 一間2房開廚嘅平台單位。業主鍾情示範單位嘅設計同埋細節，又想有大量嘅收納空間，設計師點樣平衡？Wetland Seasons Bay 係近年積極拓展天水圍版圖新地嘅作品嚟㗎，只有大概3年嘅樓齡。其中一個賣點就係喺香港濕地公園隔離。屋苑近2000伙，大部分單位都可以享有唔同程度嘅濕地公園、周邊綠化地帶或者米埔一帶嘅天然景緻。不過對於今次嘅屋主嚟講，開揚景觀都唔及大平台吸引啊。設計師話，屋主一家3口好中意戶外運動同埋活動，覺得親近自然，有助提升身心靈舒暢，又揾到內心嘅平靜。所以一見到呢一間屋啦，已經覺得好啱佢哋啦。平台有大概330尺，而室內全屋就係428尺，算係叫做彌補翻內籠唔多空間活動。單位原則有2間房同埋一間唔夠30尺嘅儲物房，就喺主人房嘅隔離。有時去睇一啲有裝修嘅示範單位啦，都係會將呢間儲物房打通，納入去到主人房入邊，令到間房望上去更加大，家私擺位都更加容易。新設計都有咁樣嘅改動啊，我覺得都幾符合真係住落嚟嘅實際需要㗎。始終係新樓，屋主又係一手買入，所以大至廚廁，小至玄關櫃、木門、地磚同埋地板等等，都係冇拆到或者更換噶。大致保留翻原裝設計。變相今次嘅裝修就係喺單位嘅既有框架之下，設計出帶有屋主個人特色，又有裝修示範單位感覺嘅優雅同埋華麗。都真係咧有啲示範單位嘅感覺啊！平時我哋都睇唔少啦，通常咧都係會顏色比較豐富啲啦，用咗好多唔同物料去堆砌啦，所以成個感覺咧都係會 grand 啲嘅。呢個單位咧就相對簡潔啲嘅，見到咧都係用到啲米白色啊或者係奶油色啦為主調。但係咧點解佢都會有種示範單位嘅感覺咧？就係因為咧佢都好着重細節啊！見到兩邊嘅牆身咧都做咗一啲特色嘅設計。通常電視牆都會被視為客飯廳嘅焦點，所以着物都會多啲。呢度都唔例外啊！有前後2層，再配搭咗光面岩板同埋仿木紋板等等多種嘅材質同埋顏色，令到整體好豐富又有層次感。而另一邊梳化後邊嘅牆身，好多時就因為尺數嘅限制，唔想客廳感覺好逼仄，都會簡單處理，好似油下油啊，或者加啲花線上去咁。但呢度反而喺中間就好大面積咁用上仿石板，左右兩邊配搭仿皮紋膠板，再喺上面以金鋼同埋壁燈點綴。
用咗好多物料啊，不過因為以素色為主啦，所以一啲都唔覺得雜亂同埋壓迫。而兩幅牆之間，設計師就好巧妙咁利用平台門前嘅橫梁嚟去連繫，咁就算加厚咗都唔係好覺㗎，又做到修飾橫梁嘅效果。普遍嚟講，頭先我講嗰啲元素都有晒㗎啦。我哋會用咗好多壁燈嘅效果，令到佢落翻啲立體感，從而咧就唔會有咁有壓迫感咯。其實大概咧，佢哋個風格都叫做有對稱嘅，因為如果細心啲睇咧，譬如我哋後邊嗰個石牆咧，我哋通常會呼應翻我哋出邊個平台花園，因為我哋今次個主題喺出邊帶翻入屋咧，所以我哋可能有啲綠化嘅盆栽啊，落翻少少石面啊，同埋如果我哋 TV 櫃嗰幅都會追翻啲綠色嘅紋理落去，希望可以盡量做到互相呼應。雖然而家就咁睇，好似少咗某啲示範單位金碧輝煌嘅華麗，咁但我就反而覺得咁樣嘅淡雅啦，更加適合居家氛圍。要喺屋企塑造某一種風格，客飯廳其實係相對容易㗎，因為原本就係兩幅白牆，只要加上設計啦，已經可以有唔錯嘅效果。不過因為呢個單位嘅開則一入嚟咧就係開放式廚房同埋浴室，咁加上留翻原有嘅飾面同埋用料，咁要改變風格咧就冇咁容易啦。設計師於是就諗到用一個中島櫃嚟去解決，咁台面式就追翻開廚嘅工作台面，而下面嘅櫃呢就用翻近似客廳，但又唔會太偏離呢一邊既有色系嘅顏色，嚟將客廳嘅風格延續過嚟，又唔會顯得好突兀。嗱，因為呢一個客飯廳咧都比較闊落啊，咁就有長大概4.6米，闊大概2.6米，咁所以係有足夠嘅空間啦。由門口呢度咧一直延伸一個中島出嚟，咁除咗可以咧增加翻廚房嘅收納量之餘啦，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咧做一張伸縮嘅餐台。呢一個中島台咧，其實有個連貫性，由入屋去到譬如擺咗鞋之後，有個高身少少嘅1050高嘅吧台，可以俾佢擺銀包啊、鎖匙啊，甚至乎平日去完超市去買餸啊，可以放低咗先，再入翻個廚房裏邊先至去擺設翻佢裏邊啲雜物啊。佢哋屋企食飯嘅時間，佢哋先要開翻張台，咁變咗咧，成個性價比會高咗。坦白講啦，而家唔少新盤嘅開則，尤其係設有開放式廚房嘅一款，都幾難諗將飯台放喺邊一度，又或者點樣放先唔會令到空間好逼仄。伸縮餐台咧就正好解決咗呢一個難題啊！咁雖然開出嚟就唔係好大，但係的確慳咗唔少位。咁浴室就因為擺咗屋主嘅物品啦，就唔係好方便拍攝，都係交樓標準嚟嘅。咁喺入房之前啦，我哋都出埋去平台望一望啦。咁有唔少樹包圍住啊，都真係幾舒服。咁呢度就冇做太多嘅改動或者設計，咁只係加高咗部分嘅位置嚟去劃分唔同區域，等屋主之後呢有更加大嘅自由度，添置戶外家私或者裝飾擺設。因為其實兩間房呢都係望住呢個平台，咁睇耐咗之後呢都有空間可以換下。近廳房係女女嘅小天地，咁所以都用上佢最中意嘅粉色系嚟去設計。相對上就冇咁示範單位風啊，但我就反而覺得係好事，有啲溫度之餘又兼顧到實用性。佢喺個成長緊嘅階段咧，我哋會盡量做翻一啲譬如教少女嘅做法俾佢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做設計係會諗翻佢3、5、7年之後嗰個時間會唔會好容易可以轉變到間房個效果呢？咁所以今次我哋會用一啲軟墊啊、魔術貼一掹就換翻少少嘢，我哋就可以令到間房將來做得到成熟翻。間房唔係好大，大概45尺度，要做埋書台就要將部分收納空間向上發展。咁設計師於是咧就好似客廳咁做啊，加設咗唔少嘅燈光效果嚟去減輕櫃體嘅厚重感。另外喺衣櫃側邊呢，就設計咗一啲隱藏嘅掛鈎，咁有需要嘅時候呢，女女就可以多個位擺嘢啦。咁最後睇埋間主人房啦，咁因為係將原則嘅儲物房咧就納入埋呢間房入邊啦，咁所以而家呢個位咧就可以啱啱好做到個細細地嘅衣帽間。變相寢區嘅一邊可以滿足到屋主3邊落床同埋有2邊床頭櫃嘅要求。嗱，呢一度咧就大概75尺度。咁如果有留意嘅話，其實喺廳區除咗開放式廚房之外啦，都冇咩其他位置可以擺嘢。咁所以喺主人房啦都做咗地台嚟去增加翻嗰個收納量。咁呢度就延續客廳嘅設計，咁始終係瞓覺嘅地方啦，都加入翻多啲嘅軟墊同埋淺木元素嚟去平衡，但係都不失示範單位風嘅高雅感。喺窗邊同樣都有條橫陣㗎，今次設計師就連埋旁邊嘅牆身做咗個木框嚟去修飾，希望同時做到引景入室嘅效果。
再喺窗邊做咗長凳同埋一張可以當做工作或者化妝用嘅台。不過就覺得台嗰邊坐嗰陣如果可以唔使翹腳就會更加好啦。呢個示範單位風嘅設計單位就已經睇完啦，大家又覺得似唔似呢？全屋嘅裝修費就大概係38萬，由於冇太多嘅改動，所以主要花費都係喺家私項目上面，佔咗大概28萬。Wetland Seasons Bay 位於天水圍嘅北部，比起上一集設計嘉湖山莊所在嘅南部居住環境嚟得更加清幽同埋恬靜。但亦都正正因為遠離市中心，所以附近嘅交通同埋生活配套都冇咁多。屋苑同埋喺旁邊同係嘅 Wetland Seasons Park 基座都設有多個嘅鋪頭，提供食肆、便利店、生活家品店同埋超市等等，叫做滿足到居民嘅基本生活所需。如果要更加多嘅選擇，就需要搭車出去。屋苑對出就係輕鐵站同埋巴士站，或者行大概20分鐘去到市中心一帶，都會有多個嘅商場。Wetland Seasons Bay 採用低密度設計，由10座10層高嘅住宅大廈、20座6層高嘅別墅同埋6座洋房組成，涵蓋開放式至到5房戶型。參考我哋28 House， 買賣盤叫價由350萬起步。至於租盤而家就以2房為主，叫租由13,500蚊起。深水埗嘅團友應該都會留意到，其實我哋平時好少拍新樓嘅設計單位㗎。因為大部分嘅業主通常都係會沿用翻發展商原有嘅設計同埋裝修格局啦。咁所以佢哋就唔會有太大嘅變化。今次揀拍呢個單位嘅原因雖然屋主都係保留翻廚廁嘅裝修同埋格局，但係見到喺廳房其實都落咗唔少嘅心機嘅。咁譬如好似喺廳嘅牆身咁樣啦，佢哋嘅飾面都會用咗好多唔同嘅配搭啦。咁令到單位出到嚟嘅感覺就更加充滿個人化嘅特色啦。咁知道大家係咪都係咁樣諗呢？都可以下邊留言話俾你知㗎。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咁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啦。